伊朗最有钱的300个教士家族掌握了伊朗60%的财富。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曾这样说道。内贾德此言赤裸裸反映了伊朗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直接指出了伊朗教士集团在伊斯兰革命后成为新的权贵阶层，控制了国家的多数产业，尤其是石油等核心资源，从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在内贾德所批驳的一众教士家族新贵中，哈梅内伊家族无疑首当其冲。作为中东4大家族之一，哈梅内伊家族积累的财富说是富可敌国也丝毫不为过。据传，哈梅内伊控制的商业帝国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伊朗的年度石油出口额。而要知道，在几十年前，哈梅内伊本人还只是一名出身寒微、住在地下室中的寒苦少年。那么，短短几十年时间，哈梅内伊如何一步步成为伊斯兰最高领袖的同时，也缔造出一个商业帝国？哈梅内伊，一个响彻全世界的名字。他是伊朗最高领袖，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影响力波及中东各国，甚至在全世界伊斯兰信徒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就是这样一位无数人心目中信仰般的人物，几十年前却仅仅是一名出身微寒的穷苦少年。1939年，哈梅内伊出生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宗教家庭，家境贫寒。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学者，但家庭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晚餐仅能以面包和葡萄干充饥。哈梅内伊回忆童年时提到，他们一家曾住在一个65平方米、只有一个房间的地下室房子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但艰苦的环境恰恰自小磨砺了哈梅内伊的秉性。受父亲影响，哈梅内伊从4岁开始就被送到宗教学校学习古兰经。他勤奋好学，尽管年纪小，但已经展现出对宗教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兴趣。少年时期，哈梅内伊原本有机会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继续深造，但他选择回到伊朗，原因是不想离开父母太远。后来，哈梅内伊又前往库姆学习高级神学，因为父亲失明，他放弃了学业和前途，回家照顾父亲。这一决定让许多导师为他感到惋惜。好消息是，虽然屡屡错失学业，但哈梅内伊在18岁那年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导师霍梅尼。从1963年起，年轻的哈梅内伊追随霍梅尼投入了反对世俗的君主政权斗争中。随后的14年间，哈梅内伊曾数次被巴列维国王当局逮捕入狱，并曾一度被流放。他跟随霍梅尼反对国王专制统治，在霍梅尼被流放伊拉克期间，坚持在伊朗国内传播霍梅尼的主张。为此，他曾6次被捕入狱，并屡遭拷打。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哈梅内伊受命组建伊斯兰共和国，并领导国防部。两伊战争爆发后，他又被任命为革命卫队司令，保卫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正是由于身居要职，他成为反政府武装暗杀的目标。1981年，他在德黑兰一个清真寺发表演讲，反政府组织人民圣战者将炸弹藏入录音机中带入会场，炸弹在哈梅内伊身边爆炸，他侥幸死里逃生，但右臂却落下残疾。同年，在人民圣战者的另一次暗杀行动中，时任总统拉贾伊被炸身亡。42岁的哈梅内伊随后当选伊朗总统。为了实现权力顺利交接，1988年，霍梅尼推动修订宪法，为哈梅内伊接班扫除了障碍。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理所当然地继承老师衣钵，被推举为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写信给哈梅内伊称，霍梅尼认为你是伊斯兰共和国最合适的领导人。50年间，哈梅内伊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从一名寒苦出身的少年成长为一国最高领袖。而随着哈梅内伊政治地位的提升，连带着整个哈梅内伊家族都在短期内迎来报复。作为中东4大家族之一，哈梅内伊家族并不以财富见长，但能够在富得流油的中东占据一席之地，哈梅内伊家族的财富也足以堪称巨量。这一点从哈梅内伊本人豪奢的吃穿住行生活就能窥见一二。哈梅内伊的主要行宫是当年巴列维时期留下的，内部极尽奢华，服侍人员众多。这些行宫为了安全考虑，行踪从不固定，体现了其生活的隐秘和奢华。且哈梅内伊的家族在全国各地拥有许多庄园、土地以及房产，这些财产的价值难以估量，甚至资产数量都无从统计。除此之外，奢华的私人专属飞机、价值数以千万美元的马场，无不是哈梅内伊绝顶生活品质的体现。据传，哈梅内伊在30多年时间内，家族掌控的财产就达300亿美元以上，其中多数存在海外账户，有60亿美元存在家族其他成员账户中。这一数字显示了哈梅内伊家族财富的惊人规模。
而据英国媒体调查，全伊朗规模最庞大的基金会，该基金会资产高达2000亿美元，背后的老板就是哈梅内伊。虽然这有可能是西方媒体为了抹黑哈梅内伊形象所编纂的谣言，但长期统治伊朗的哈梅内伊其家族财富不会很少。还有西方媒体透露，哈梅内伊家族掌握着一个涉及石油、旅游、金融、电信等多个行业为一体的庞大商业帝国，其总资产高达3000亿美元，说是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也不为过。仅从目前哈梅内伊家族展示出的资产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真正富可敌国的庞大家族。而如此巨量财富的累积来源，自然与哈梅内伊稳坐最高领袖位置脱不开关系。哈梅内伊家族的财富累积首先来源于教士集团的基金会。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教士集团掌控了国家财富，成立了大约120多个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控制了伊朗的主要行业和企业，基本上占到了伊朗80%以上的 GDP。哈梅内伊家族通过这些基金会掌握了巨额财富，如霍梅尼基金会、受压迫者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控制着约40%的非石油经济，并声称其营业额仅次于政府本身。其任务起初是将进行残酷剥削的资本家在革命前积累起来的非法财产重新发给贫苦大众，后来转而从事直接的商业活动。他们不用缴纳各种普通税和进口税，不用遵守绝大部分政府规定，不对中央银行、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负责，也因此得以在短期内汇聚到巨量灰色收入，并流入最大教士家族哈梅内伊家族手中。在一众基金会组织中 ，CDED 无疑为哈梅内伊家族输送了最多的财富。CDED 是伊朗的一个神秘的组织，直接受伊朗最高领袖的控制。这个组织成立于伊斯兰革命后，最初目的是帮助穷人和老兵管理资产，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管理被没收财产的组织，特别是那些逃离伊朗或被新政权视为敌人的财富。这一时期 CDED 面对着大量可管控的财富群体，尤其是一帮因为伊斯兰革命而流亡海外几十万人。因为伊斯兰革命中，这部分流亡海外的基本上都是官员和富商，以及其他的大中产阶级，拥有很多的房产和资产，而这些资产最后都流到了 CDED 的手中打理和处置，这是其初期巨额财富累积的一大来源。后来 CDED 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泛，涉及金融、石油、电信等多个行业，几乎掌握了伊朗的经济命脉。据估计 CDED 控制的资产超过950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伊朗的年度石油出口额。而作为CDED的直接领导人的哈梅内伊，自然成为这笔巨额财富的最大受益者。而哈梅内伊家族的另一财富来源，则是中东世界的立足之本——石油。由教士阶层掌控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握了伊朗的几乎所有石油资源，并且被允许经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革命卫队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几千家企业的庞大商业帝国，每年的收入多达几百亿美元。而革命卫队的最高统治者同样是哈梅内伊。此外，伊朗革命卫队还通过军事、工业等途径，源源不断地为哈梅内伊家族输入财富。两伊战争期间，由于西方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伊朗被迫对本国军事工业进行重组，以支持战争，这使得伊朗革命卫队实质上掌握了国内的军事工业。1990年后，革命卫队成立了戈尔波集团，开始涉足国内外建筑工程业务，控制了伊朗国内57%的行业。内贾德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大举进军商界，控制了制药、电信以及石油等支柱行业，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商业帝国。据沙特中东报盘点，革命卫队拥有560家境外企业，控制伊朗57%的出口，30%的进口。而在革命卫队彻底掌控到一座商业帝国后，哈梅内伊家族则开始了私有化过程中的资产转移。2006年至2010年，国有企业转移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只有13.5%流向了真正的私人领域，剩下的86.5%基本都进了革命卫队等机构的口袋，或者说都流入了哈梅内伊家族的口袋。CDED、石油、伊朗革命卫队三大途径共同发力，相互作用，构筑起一座庞大的商业帝国，创造出数以千亿计的财富。而作为 CDED 和革命卫队的最高领导者，自然理所应当坐拥这笔巨额财富。上世纪80年代，印度证券交易所内望着不断上涨的指数，人们欢呼沸腾。谈笑间，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诞生了，印度的股市竟然超越了香港，一跃成为了最受瞩目的金融新星。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印度人提前开始庆祝，为印度经济美好的明天摇旗呐喊。然而多年后，却有一位印度学者站出来大胆揭露，这一切都不过是新德里蓄谋已久的骗局。
纵观近代，印度的历史可谓是历经坎坷，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印度走过了漫长的征程。印度独立后发展成为了响彻整个国家的主旋律，印度经济将走向何方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股市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强劲往往也意味着经济在正向发展。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不同，印度股市起步较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1857年，孟买证券交易所成立，彼时英国人将殖民的旗帜插在印度的广袤土地之上，却也带来了最先进的金融机构，客观上促进了印度迈向现代化。孟买证券交易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可见其重要性。随后，印度在艾哈迈德与加尔各答等城市先后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没过多久，炒股之风成为潮流，蔓延印度。而在1980年代末期，印度股市的亮眼表现更是让全世界为之震撼。当时，印度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空前繁荣，创下了不少历史记录，甚至拥有了比肩香港股市的能量。要知道，近代以来，香港始终是亚洲的金融重镇，地位不可撼动，香港股市更是积淀深厚。没想到，印度这样一个平平无名的后起之秀，竟然一夜之间超越香港，摘下了亚洲金融的桂冠，着实只能用奇迹二字来形容。印度的非凡表现也引起了众多国际组织的注意，毫无疑问，夸奖是主旋律。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大力赞美印度的经济前景，认为暴涨的印度股市为防止外汇暴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诡异的是，在股票暴涨的同时，印度实际上正在破产的边缘徘徊，根本不具备与股市相称的经济实力。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所谓的股市繁荣不过是一场被狂热情绪所裹挟的骗局。短短几年间，在一群意见领袖的煽动下，印度股民的理智正逐渐消失，今天骗局悄然酝酿。在这些时代的弄潮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巴尼与哈沙德。安巴尼是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上世纪，他白手起家的传奇鼓舞了无数印度年轻人，想尽一切办法抓住机会，就是安巴尼做生意的准则。与此同时，他也是印度股票的狂热拥护者。在安巴尼的号召下，不少印度人义无反顾地进入股市，渴望大赚一笔。1977年，安巴尼的公司上市，他的股票大计也缓缓拉开帷幕。安巴尼的计划清晰明了，那就是用低廉价格的股票吸引贫穷的散户投资者，聚少成多，穷人的活命钱反而供养了衣食无忧的资本家。他利用虚假公司，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不仅如此，在90年代，安巴尼变本加厉，竟然明目张胆地发行虚假股票，进行重复操作。那些散户全然不知未来将面对怎样的狂风骤雨，而股票经纪人哈沙德正是处于风暴正中心的人。身为股票经纪人，哈沙德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渲染情绪，让人们相信股票真的能够赚快钱，哪怕不劳动也会变成百万富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这群股票经纪人组成了专业的团队，每日肆意炒作。在他们的操控下，印度股市彻底成了花架子，看上去朝气蓬勃，未来一片光明，可内在早已腐烂不堪。不仅如此，哈沙德还带领团队伪造相关文件，买通银行人员，以行贿的方式打通人脉，在毫无担保的情况下，从银行获得了天价贷款。他们挪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内大肆敛财，前后共有90多家企业受害，总金额超过了12.8亿美元。直到1992年4月，这场谎言才被一位记者戳穿。丑闻曝光后，印度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几乎一蹶不振。这些蒸发的股票市值几乎等于印度同一年卫生与教育预算的总和，多家银行面临清算，甚至有高管因错误判断而自尽。整个股市停转了足足1个月，散户更是赔得血本无归，就连政府内的高官也受到了波及，被指控受贿。诡异的是，在历经如此浩劫后，印度股市中的谎言依旧存在，欺诈与背信似乎已经成为了印度股市的底色。在90年代初遭遇重创后，印度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印度的反应比世界料想的要淡定太多，换言之，骗局仍在持续。当时正值印度开放市场的关键时期，但是印度并未吸取教训，监管措施仍未跟上，造成了多家公司的损失。不少公司辛苦筹措资金后，却被政府斩断前途，声称他们没有满足监管需求，无奈之下只能销声匿迹。甚至就连揭露哈沙德本身也有可能是另一场骗局的开端。权力此消彼长，有人损失惨重，自然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事发多年后，曾有知情人士披露，扳倒哈沙德的是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所谓的正义披露不过是花言巧语的粉饰，因为有人能够从股市大跌中获益，这才有了哈沙德的锒铛入狱。直到今天，新德里的骗局也仍在继续。
印度政府并非遏制骗局的掌舵人，而是骗局的参与者。比如，印度国有银行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欺诈的高发地。从印第拉甘地开始，印度国有银行便成为了高官的储蓄罐，权力与腐败逐渐滋生，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却沦为了野心政治家的附庸。又比如，印度向来被视为外资地狱，这也是政府公然欺诈的表现之一。所谓印度赚钱印度花，政府先用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入驻，如此一来，印度就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还能解决一定的就业难题。但是等印度榨干了这些外资的价值后，就会开始找茬，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冻结资产，强迫外资留下买路财。由此可见，印度的经济体系在很多层面上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从股市的虚假繁荣，到银行的肆意腐败，再到政策的朝令夕改，处处透露着随意的不靠谱感。其实，印度之所以习惯撒谎，主要有2层原因。对内，这是稳定社会的好办法。股市的谎言曾经蒙蔽过许多印度民众，让他们白白损失了金钱，也失去了与政府叫板的力量。所有谎言到最后都成为了强者对弱者的霸凌。而对外来说，印度想要以谎言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国际力量，提升在全球经济体系里的地位。一直以来，印度的梦想都是成为大国，大国经济自然要与大国力量相称。为此，印度不惜打肿脸充胖子，也要维系岌岌可危的面子。然而，只要是谎言，就终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印度的股市谎言便是最好的例子。泡沫般的繁荣无法带给国家真正的进步，纵然再多粉饰也不能掩盖印度经济贫弱的现状。与其想着如何将谎言说得更完善，不如回到现实，面对真正的自我。